大家好，我是海牛。在台湾学古典音乐的人，应该都跟我一样有一个很困扰的事情，我们一直都在演外来的音乐，像是贝多芬啦、肖邦啦、柴可夫斯基啦，但是为什么就很难能够听到属于我们台湾人自己的音乐呢？当然啦，我说的是除了流行音乐跟前卫的当代音乐以外啦。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这样子的想法，那我们的小小心愿在最近终于实现了。事情是这样子的。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封信，来自一位年轻的台湾作曲家，他叫做张悬。他邀请我去参加他的新作品专辑《安土》的发表会。其实我本来根本不认识张悬，而且我还以为会在那里听到一大堆很复杂、很烧脑的无调性音乐，所以还在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去。不过看到演出者是我的朋友魏静怡跟汪一文，就还是带着好奇心去参加了。结果没想到到了现场，我一听到这些音乐，马上就震惊了。哇，这是个台湾作曲家写出来的音乐吗？这也太好听了吧！我仿佛在里面听到了布拉姆斯、佛瑞、德布西，但是里面又有一种台湾特有的风味，而且这个年代居然还有当代作曲家愿意创作调性音乐呀，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吧！随着音乐会继续进行，我更是惊讶的发现，这每一首曲子都写得好精彩啊！他们虽然外表看似平易近人，但是里面的手法却相当细腻，而且品味绝佳。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台湾本土作曲家的音乐中获得这么多的感动，因为我真的感受到了这位作曲家是真的想要透过这些音乐去抚慰每一位聆听者的内心。所以音乐会结束之后，我超级无敌兴奋的，马上就答应了张悬的提议，决定制作这支影片，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安土这套精彩的作品。在这部影片里面，我不只要让你听听这些音乐有多么好听，也要带你解析当中的作曲手法有多么厉害。安土这套作品的创作背景其实是个相当令人感动的故事，但是在我来跟你揭晓这些故事之前，我想要先直接让你感受一下我到底为什么说这些音乐写得非常的好。你现在听到的是这套专辑里面的第2首曲子，标题叫做《如歌的行版》。这首曲子可以说是发表会当时最让我大受震惊的一首，原因就是它一开始钢琴弹出的这段前奏。这是一个超级无敌单纯的E大调分解和弦，我那时候就心想，怎么可能？我们刻板印象中的当代音乐肯定不会用这么单纯的调性和声吧？所以我就猜测，接下来小提琴加入的时候，作曲家一定会让它出现在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不和谐音吧，比如说这样。哈，这才是一个当代音乐该有的样子，不是吗？结果殊不知啊，作曲家根本就没有要玩这一套，接下来的音乐听起来是这样的。我当时整个吓傻了，这么传统的调性，这么传统的和声，这么规律的句法，这是一个当代作曲家可以写的东西吗？但是随着我继续往下听，我就越是惊讶。虽然这些风格很传统，但是作曲家的手法却丝毫没有马虎，里面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和声都是精雕细琢的，而且素材的使用也非常精炼。一开始你听到了这个小提琴的主题。这个主题就像是春天的微风一样轻柔，也是整首曲子的核心。之后你听到的几乎每一个旋律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发展而来的。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外表听起来相当的保守，音符跟音符之间都是以极近的方式在移动，比如说咪到发，发到嗦，或是咪到 re。Re 到哆，也就是说每个音高之间都是紧密相连的，不会突然大跳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这就会让整段旋律的音高起伏都维持在很小的范围内，搭配这个朴实的和声啊，就会听起来有一种很保守的感觉。但这也正好就是我觉得这首曲子最有趣的地方了，这么保守的旋律跟和声，如果持续久了，那肯定会乏味的是吧？所以在这个主题重复了几次之后，作曲家马上就打破了这些规律，让小提琴突然演奏起了一连串的大跳，它先是7度音程的大跳，接下来居然还扩展成了10度音程的大跳。这样的大跳音程在小提琴跟钢琴之间轮流，让这音乐瞬间开阔了起来。而且啊，这段和声是一连串的下降半音11和弦。
哇，这个奇幻的和声简直瞬间为前面本来保守的风格增添了浓厚的印象派色彩。光是开头这2段音乐的对比，作曲家就在和声跟旋律方面都带给我们意料之外的惊喜，而后面的音乐它更是让这个看似平凡无奇的主题，每一次的重复都搭配上了不同的和声、不同的变奏，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无时无刻都充满了惊奇。接下来，这2个乐器展开了细腻的互动，也发挥了各种双音八度等等的演奏技法。同时，音乐开始往新的调区移动，像是河水一般源源不绝的前进着。在你听过张悬的音乐是长什么样子之后，现在我就来告诉你《安土》这部作品背后到底有着什么特别的起源故事。这一切都要从一间位在彰化园林的敦仁医院开始说起。医疗圈的人应该都知道，敦仁医院是一个精神专科医院，也就是专门收治恐慌症啦、思觉失调等等病症的医院。而在2012年夏天，一位词作家钟永丰参访敦仁医院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哇，这里跟一般人印象中的精神病院完全不一样哎！这里没有铁窗，没有异味，没有令人紧张的声音，病友们一派闲适。这真的是精神医院吗？像这样对精神病患如此的尊重、体贴与理解，以及人之为人的坚持，让人无比敬佩。于是到了2020年的夏天，钟永丰连同着张悬一起拜会了敦仁医院的院长胡延中医师，他们开始发想了一个为病友创作音乐的计划，并也设想了要用这些音乐替代原本医院中的广播与铃声，陪伴病友们起床、用餐、运动、领药，甚至晚上伴随入睡。而这就是你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由来。其实我觉得这音乐写得如此的美妙，它能够疗愈的绝对不只是在敦仁医院的这些病友，而是活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其实这些音乐也跟台湾本土有着另外一层深刻的连结。当时胡医师就向张悬提议，希望这些音乐可以引领病友们再访童年，怀想旧情。所以张悬就依照这个想法，先创作了将近20-30首的童谣风格的钢琴小品，然后再选出其中的几首童谣，把它们进一步延伸，改写成为了6首精致优美的小提琴、钢琴2重奏，称为《敦仁之歌》。所以《安土》这套专辑其实就是汇集了童谣选集跟敦仁之歌，其中的这些童谣听起来就像是许多台湾人小时候在乡下会听到的老歌或是民谣，但是因为他们又是完全原创的音乐，所以听起来就会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比如说其中的这首童谣它叫做《挺住，我这就过去》。这音乐还真是轻巧可爱根据张悬自己说，这些音乐很适合给小朋友们弹，所以家长或是钢琴老师们也可以考虑看看哦。不过你看这个曲子的标题，会不会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又比如说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童谣，它叫做《又是美好的一天》。
哦，这音乐仿佛是从中途开始的一样，我觉得就像是从一个没头没尾的虚幻梦境中醒过来的感觉，接着才轮到主旋律出现了。听了这个音乐，再看看它的标题，你会不会很好奇？又是美好的一天，这个标题的文字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跟张悬他自己本人亲身经历也有关联。如果要探讨这个问题，或许我们能够从音乐之中获得一些线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张悬如何把这个简单的童谣变化成《敦人之歌》中的二重奏吧。首先，我们来解构一下这个童谣哦，它的主旋律啊是长这样。这个旋律都是由这个微小的音型构成的，也就是从头一个音往上4度，然后再往下3度。像这样子由3个音构成的音型，就像是细胞一样充斥在整首曲子之中。除了开头的3个音以外，后面的这3个音基本上也是一模一样的形状。而后面的这2组呢，这个跟这个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素材上下颠倒过来之后变成的模样，虽然不完全一致啊，但是也是一样的精神。所以作曲家就把这样子关键的细胞提取了出来，并且让它自由发展成为了另外一首全新的二重奏。在这首二重奏的一开头，我们马上就听到小提琴演奏出了那3个音的素材。虽然是一模一样的素材，但是当我们听到钢琴的和声加入之后，你会发现，哇，它瞬间变得非常的抽象。这首曲子被改写之后，有着浓厚的印象乐派风格，你已经完全难以辨认出它是来自那首纯真的童谣了。虽然它的表面上是印象派抽离的氛围，但我觉得它的心境里面更多的是混沌，还有不明确，或许还有一些难以言喻的恐惧以及微妙的悲伤。其实这一切都跟张悬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因为他自己在接到这个委托的没多久之后，就遇到了可怕的恐慌症发作，还因此引发了严重的自律神经失调。他在节目本中的介绍是这么说的：好些个自律神经失调、行动迟缓的夜晚，耳鸣如雷，脖子有异物感，打嗝胀气，心悸，强迫呼吸，肠燥、射护腺发炎等等症头，个别或结伴接踵而至。我伏案谱曲，总是跟自己说 One more good day， 又是美好的一天。不知道敦人的朋友们是怎么想自己的每一个明天呢？所以最后创作安土的过程，已经不只是为了要治愈病友，也成为了作曲家自己自省、自愈、自知的旅程。到了这首曲子的中间，钢琴弹出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旋律。配着小提琴如梦似幻的大跳音程，这旋律就像是从遥远的彼方传来的。它是梦境吗？还是回忆呢？根据作曲家自己所说，在这个主旋律出现之前的每一个乐句都在模糊地问他：你之前是否长这样呢？之后的每一个乐句则朦胧地自问：难道这就是我未来的模样吗？在这同时，我们继续听到他们激动地演奏着这个主旋律的各种变形。
你觉得这些激动的变奏意味着什么呢？我没有得过恐慌症，但我的想象是，每个人随着时间的演进，一定都会有些时候成为我们以前所不认得的模样，但我们又被迫要强迫接受，这个人仍然是你自己。在这样矛盾与错乱之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时，你会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呢？但我觉得这首曲子最让我屏息的是它最后的结尾，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波折之后，一切都升华了。钢琴在这里演奏着空灵的音符，仿佛是空中飘荡的灰尘，在黑夜烛光下升华为了结晶。接着熟悉的旋律也无声无息地出现。最后，那些空灵的结晶逐渐消失，只留下了。每次我听到这里，都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受。作曲家在谱上用文字注解了 lullaby， 也就是摇篮曲，但是我们听到的却是那首童谣的旋律以最原汁原味的样貌出现了。作曲家自己在节目本上的解释是这样的：原来是我小时候的模样，都是我小时候的模样，好像意味着终于在过去的回忆之中接纳了自己现在的样子，暂时能够平静地进入梦乡，迈向下一个美好的明天。我在写我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小时候的模样，因为小时候通常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回忆留下来，是比较天真、单纯、淳朴的回忆，然后那一个是没有痛的，没有苦的。小时候的模样存在于每一个明天里面，但其实小时候的模样与每一个明天都存在于今天。有时候我想，我们会对小时候的模样与每一个明天有所寄托，是因为当下有苦。我希望过去单纯天真的时光，以及可能更好的明天，能给予当下的我这个能量。所以假设因为这个希望，让过去的小时候的模样与未来的每一天同时存在于今天，我们是可以带着这两件事情，让当下更好。在《安土》这部专辑里面，每一首二重奏都将台湾民谣搭配上了完全不同的风格。比如说刚刚这首《又是美好的一天》里面就有浓厚的印象派色彩，而如歌的行版则有点像是布拉姆斯，偶尔加上了法国的和声，我觉得有点像佛瑞啦。而另外一首《致物自于心的孤独浪人》呢，一开头虽然是保持台湾童谣的色彩，但不久之后经过一连串强烈的钢琴和弦，音乐瞬间转化了一个气氛，带我们穿越到了地球的另外一端，然后我们听到了一首舞曲。作曲家在乐谱上标示着在巴黎汉语跳舞，但我觉得又有点像美国蓝调的味道，所以或许就像是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感觉吧。另外一首床上的剧场则是极简风格，它取用了床这个英文 bed 的3个字母 bed， 转化成了对应的音符 bed， 然后写成了这首曲子。听起来就像是失眠的时候躺在床上，脑中不断上演的小剧场。
而这些曲子之中，我觉得最奇妙的是《送别》这一首。根据作曲家自己所说，他在这里致敬了影响他至深的作品梅香的时间终结四重奏。我觉得他指的应该是其中的第5乐章赞耶稣之永恒。你听钢琴这里稳定的16分音符，是不是有一种永恒的意境啊？就好像是一个人踏着稳定的步伐，永无止境的往前行走一样。我们就来看看张悬如何致敬这首曲子。首先，他原本的童谣是长这个样子。哇，说真的，这个童谣本身就已经很好听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来拆解一下这个 B 大调的旋律，它在升发跟升收这2个音之间不断的来回，偶尔会转到其他音去，比如说升 Re， 这样就会听起来有种像是在旋转的感觉。然后作曲家就把这样子的元素进一步的扩展，在2重奏里面，钢琴的伴奏音型让升发跟升收这2个音以16分音符规律的重复，然后在它的上面跟下面都加上了一些其他音符，这样就成为了像是在旋转的感觉。然后小提琴的旋律也加入，它其实就是把那个主旋律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慢。而当我们把钢琴的伴奏跟小提琴的旋律合在一起之后，就会产生一种不同步的冲突感，因为他们以不同的速度在演奏着这个童谣的旋律。而且从调性来看，虽然小提琴的旋律仍然维持在原本的 B 大调，但是钢琴的和声却是在升 C 小调，因此无论是在速度还是和声，它们都像是永远不相交的平行线。作曲家在乐谱上面注解了 dance fog， 也就是浓雾，而这里钢琴规律的16分音符就像是时间终结4重奏一样，让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之中不断的往前行走一样。虽然不知道方向，也看不到路途是否有尽头，但是他依然平静稳定永无止境地踏出步伐。作曲家自己的文字解释是：某天晚上，经过长期的静坐冥想，终于能与自律神经失调以及各种并发症和平相处。我轻轻地告诉他们说：“亲爱的，你们可以离开了。”虽然说是要让病症离开，但我总觉得是他自己在寻找着某个东西，就好像这音乐，他好像不断的在寻找着那个失联已久的 B 大调，但却始终跟他错过。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段音乐，我们听到它的低音一直停留在升 F 这个音上面。
熟悉西方调性音乐的人应该都知道，升 F 这个音就是 B 大调的属音，所以当我们听到和声停留在升 F 上面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很期待它赶快接到 B 大调，像这样升 F 升 F B 大调。但是我们回来听这个音乐哦，它虽然停留在升 F 上面非常非常的久，好像差一步之遥就要找到那个 B 大调了，但是结果呢？它瞬间回到了一开始的升 C 小调，继续永无止境的寻找。或许有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残缺，永远都不可能真正离开，我们只能够让它伴随着我们继续前行。而这首曲子最后会找到那个 B 大调吗？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它是怎么结束的吧。在这首曲子快要结束之前，我们听到小提琴不断的往上攀升。然后当它到达了1这个音之后，它就停在这里，不再移动了。在小提琴整整4个小节的长音中，钢琴在底下继续寻找着。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然而，这个 B 大调仍然不是完满的，它的低音仍然停留在升 F 上，而且中间还掺杂了不属于 B 大调的音。残缺会永远伴随着我们，而我们仍会永远前进。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作曲家在乐谱的最后会写下“在雾中坚定的行走”。哇，你觉不觉得这些音乐真的写得非常的美呢？我觉得这些音乐啊，不只让我感到很疗愈，他们也让我再次思考了当代音乐的意义。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常常会觉得当代音乐就等于听不懂的音乐，或者是难听的音乐。不知道这些作曲家为什么总是要把音乐写得这么前卫，这么没有调性。其实在我们频道的上一部影片跟张璇一起解析当代音乐的时候，下面的留言区就有很多的抱怨。有人说这些音乐实在是太难听了，根本就没办法接受，甚至还有位观众说写这些音乐的作者基本上都是当做遮羞布啦，写不出好的作品就用这种方式招摇撞骗。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听了张悬的这些音乐，你应该也可以理解，其实有很多当代作曲家是有能力写出一般大众喜欢的好听的音乐，只是他们因为某些原因而选择将大部分的精力拿去创作另外一种大家比较不习惯的音乐而已。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作曲家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包袱呢？其实当时我也问了张悬这些问题。你身为一个当代作曲家嘛，不管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同行，你们创作的音乐通常都是那种比较前卫的。那我甚至以前接触过一些当代音乐家，他们常常会好像有一个紧箍咒，说我们不可以去写有调性的音乐。你呢？你会有这个包袱吗？会啊，会。当然，如果说尤其这个有调性的音乐，它又不是那么 innovative， 语汇可能跟以前的作曲家又很像，那就会想说，为什么我不去就听以前的作曲家的作品就好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作品其实里面需要有自成世界的逻辑以及格局。
那如果刚好有调性的话，也 OK。所以有没有调性就没那么重要。所以是其实重新定义说调性音乐应该是什么样子。除此之外呢，这套曲目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跟意义，是可以陪伴医院里面的病友。那我总不能写太刺激的东西了，那到时候医院来客诉更严重了。对啊，那就糟了。所以一方面是这些音乐必须可以陪伴大家，可以陪伴他们，也可以陪伴一般的人。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整张专辑听下来会发现每一首的风格其实都不太一样，他们都有他们自己适合生长的方式。是啊，每一首曲子都有适合他们生长的方式，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生长的方式。其实安土这套作品最让我感动的，并不只有他的音乐，也包含了他的视觉设计所传达的意涵。比如说，你看啊，这个是我在音乐会的时候拿到的节目本，它的封面是一张被撕破了一小角的纸，上面这些撕痕的纹路非常的漂亮啊。这是由台湾一位非常有名的设计师吴继聪所设计的。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这场音乐会上面要发出100本的节目本，你要怎么确保每一本都被撕成同样的形状呢？这就是重点了，它们都不一样，每一本节目本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样貌，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有不同的伤痛、不同的残缺，但也因为这些不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最美丽的样貌。其实艺术的创作也是这样啊，艺术的创作应该是要自由的展现艺术家自己独一无二的样貌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却总是有一些外在的包袱限制了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想要的样貌。这样的限制本来是要鼓励当代作曲家们脱离古典传统的束缚，去发现新的世界，但是到了最后却反而成为了一个紧箍咒，限制了作曲家的自由，这不是很讽刺吗？而且当现代人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些音乐的时候，这样子的音乐怎么能够代表我们的时代呢？总之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要批评前卫的音乐都不好，毕竟我们上一集也是花了很多力气跟张学一起推广如何欣赏前卫音乐。我想要表达的是，我们不应该以外表的形式，比如说有没有调性啦，有没有旋律啦，来判断一个作品有没有价值。我觉得安土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即便是调性音乐或是其他一般大众喜欢的那种音乐，也还是有很多很多发展的可能性以及艺术价值。所以我很希望有更多的当代作曲家愿意去找回当代音乐跟现代人之间的连结，去陪伴在我们一般大众的身边。我永远记得当时在音乐会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场景，当他们演奏完了 Andante Cantabile 的时候，或许是因为这首曲子实在是太感人了，胡医师就当场站起来，转身对着观众们说：哇，这音乐不只治愈了医院的病友们，也治愈了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非常骄傲能够促成这一切的诞生。我觉得身为一个艺术家，实在很难想到比这还要更有意义的回馈了。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些音乐的话，你可以去 Spotify、YouTube Music 跟 Apple Music 上面聆听，也希望你可以把这些音乐还有这部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让更多人知道现在台湾有这么好的作曲家以及这么好听的音乐。我自己也偷偷许愿啦，希望张悬可以赶快出版这些乐谱，让更多人可以演奏它们。感谢你看完了这部影片，那我们就在听完音乐之后下次见喽，拜拜。